女孩好心救下这个将死之人，却看到极为震惊的一幕。身受重伤的男人气息微弱，但双瞳之中却散发出诡异的蓝光，顿时心中无比震撼。此人莫非是当年丢失的弟弟？随着男人伤势慢慢痊愈，在昏沉中悠悠醒来，他的第一反应竟是将侍候他的丫鬟挟持当场，这才从其口中得知自己命悬一线，被要尸骨的谷主所救。而男人丝毫不懂感恩，竟要去寻霍斩白一决生死。随之，男人满眼狠厉，缓缓走到院中，并以手中的女子为筹码，逼迫他们交出那个人。却不料女孩竟在此时满脸淡然出现，而男人只看了一眼，便从心底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。但现在的他一心只想取回宝物，毫不犹豫呵斥女孩。怎料女孩竟很是柔和，让他好好养伤，不要到处乱跑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如此熟悉，让的男人一时间头痛欲裂，随即眼神狠厉，要对女孩痛下杀手，却凝滞当空，只是几个呼吸的间隙便支撑不住晕倒在地。随即女孩满心忐忑，拿起银针为其疗伤，却不料昏沉中的男人竟下意识起身扼住女孩的咽喉。只见女孩面目扭曲，却并没有任何挣脱之意，但很快男人似乎受了某种刺激般，抱着脑袋跌坐在地，顿时让女孩深感疑惑，她究竟承受了多少残酷的折磨，才成为如今女人？毫不犹豫来到近前查看，却被男人一把狠狠甩开。不料男人双眼蓝光动用瞳术，意图控制女孩的心智，不曾想女孩竟完全免疫，还从她眼中看到了些许记忆，更加笃定眼前之人就是当年在魔家村丢失的弟弟明杰。刹那间双眼含泪，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激动，而后来到寒冰之地，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冰封多年的心上人。随之毫不犹豫动用追魂之术，询问当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，却在此时惊讶地发现男人没有以前的任何记忆，反而满心的暴躁，让的女孩更加感到莫名的心疼。更是在无意间发现男人的玉枕穴中竟然插着一根金针，随之满心疑惑的细细摩挲，才发现男人被他人金针封脑，这才明白他为何没有之前的记忆，连自己也会不认得。但想到百会穴乃是三阳之书，动辄既死，不由得心中一紧。随之历经一天一夜，总算将第一根金针拔出，这才让男人恢复些许记忆，记起当年的一些事。但他很快反应激烈，面庞扭曲，便再度昏死过去。女孩刚走进屋中，便看到极为可怕的一幕，伤势痊愈的男人竟然双眼狠厉，死死盯着自己。可女孩没有丝毫害怕，反倒满脸的关心上前询问。怎料男人直言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自己也不是他的弟弟。随之女孩拿出昔日心上人送的银铃簪，刹那间让的男人满脸震惊，看向眼前的簪子，而他也在此时得知簪子的主人竟是女孩。只见女孩很是疑惑，簪子为何会出现在男人的身上，这才得知男人前来要尸骨，无意中在雪中捡到，对这只簪子发出的声音更是感到莫名的熟悉，这才将其带在身上。男人也在此时彻底清楚近日为何会睡得如此安稳，顿时让女孩满脸兴奋，笃定眼前之人就是自己的弟弟。刹那间同时的记忆瞬间溢满男人的心头，只见他紧握双拳，极力挣扎，似乎是心有不甘，毫不犹豫上前扼住女孩的咽喉，让其交出万年龙血池含珠，但只坚持了片刻，便再也支撑不住，晕倒在地。此时的女孩深感伤心，眼前的弟弟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，竟然连自己曾经的记忆也会选择不相信。随着女孩苦言医书，寻求救治男人之法，却不料男人竟再次出其不意，扼住女孩的咽喉。好在霍斩白及时出现，这才让女孩躲过一劫。怎料杀手竟再度动用瞳术，想要将男人斩杀当场。只见霍斩白一个箭步袭来，将其击晕在地。女孩满脸焦急，恳求霍斩白可以放过男人一条生路，这才得知眼前之人竟是女孩苦寻多年的弟弟。随后便将女孩抱进屋中，亲自为其包扎伤口，顿时让女孩深感疑惑，霍斩白何时学会的包扎之术？这点本事我还是偷学了些的。霍斩白也在此时得知身受重伤之时，便将男人带回，而男人被他人金针封脑，才丢失了曾经的记忆。只见霍斩白很是愤怒，斥责女孩，即使她恢复记忆，也依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怎料女孩竟满心愧疚，直言男人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自己。刹那间让霍斩白深感无奈，让女孩小心养虎为患。随之女孩来到藏经阁，遍览医书，寻求逼出第三根金针的方法。加之本就体弱，一连数日水米不进，让的身体更加虚弱。只见男人前来询问女孩是否将救治孩子的药练好，迎面碰上双红二人端着食盒从藏经阁中走，这才得知女孩早已有了取出第三根金针的办法，但不想让霍斩白为难，便选择了放弃，一直将自己关在藏经阁。随之霍斩白很是愤怒，斥责男人曾经差点害死自己的师父，但又心疼女孩如此作践自己，心中感到十分不忍。就在他对着雪瑶不知如何抉择时，却传来女孩晕倒的消息，顿时满心慌张，赶来向其体内输送真气，这才让女孩有了一丝气息，从昏沉中悠悠醒来。可女孩刚服下一碗药，便毫无顾忌再次钻研医书，刹那间让霍斩白深感气愤，质问女孩就不怕男人恢复记忆后反咬一口？我不怕。而霍斩白无奈之下不得不说服自己可以帮他取出金针。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因为我信你。随后女孩来到男人面前，为其施针疏通头部的经脉，霍斩白则在身后向男人身体之中输以真气辅助。只见女孩手指轻轻向上推动，便见金针从其百会穴缓缓而出。怎料男人满脸狰狞，头痛欲裂，似乎再也坚持不住。好在霍斩白内力浑厚，猛地发功，这才将金针彻底逼出。儿时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，瞬间充满男人的视海，更是记起当年的小叶姐姐为了自己向村长下跪求情，但还是被当成一个怪物关进山上的小黑屋中。直到元一宫的公主出现，这才将其带离此地。因此魔家村惨遭灭村之灾，全被烧杀殆尽。当冥界再次苏醒后，他终于认出了姐姐薛子叶。小叶姐姐。薛子叶瞬间愣住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再叫一遍。小叶姐姐。当薛子叶确认冥界已经恢复了记忆时，他始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曾经那个弟弟已经回来了。在薛子叶看来，
只要冥界恢复了记忆，那就可以带着他一起隐居在药谷不问世事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冥界手上沾满了太多的鲜血，早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而他跟薛子夜的亲近，也只是为了获取薛子夜的信任，以骗取龙血珠而已。直到冥界借口要拿龙血珠救人时，薛子夜这才明白，过去的冥界已经回不来了，而他救的只是杀手童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太过天真而已。虽然冥界承诺救完人就会回来，可薛子夜又怎会不知道他的想法？可他又无法拒绝冥界的请求，薛子夜只能答应。第二天将龙血珠交给冥界，可第二天冥界拿到龙血珠后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无论薛子夜如何呼唤，冥界始终没有回头。直到此刻，薛子夜终于彻底死心，失望至极的他最终忍不住对冥界出手。尽管冥界快速抵挡，却还是被薛子夜用金针封住了穴道。然而即便到了此时此刻，薛子夜依然想要用爱感化冥界，而冥界也不再伪装。10多年的杀戮早已让他变成了一个冷血怪物，即便是曾经的至亲，在他的眼里，跟所有惨死他手里的亡魂没有区别。此时屋外传来霍展白的呼唤，让女孩迟疑了片刻，随即轻轻一点便让男人倒地不起。而霍展白前来询问孩子的药是否快要炼好，更是邀约临行前痛饮一杯，被女孩爽快应下。随着女孩再次回到屋中，却发现男人没了踪影。就在满心疑惑之际，便看到男人剑指女孩的咽喉。可男人没有丝毫犹豫，逼迫女孩交出万年龙血珠，即便脖子上渗出鲜血，女孩也没有一丝害怕，毫不犹豫刺激她堂堂顶尖杀手，连一个弱女子也解决不了。可男人丝毫不知悔改，情急之下将女孩打晕在地，随之双眼寒光来到后山和寒冰下的哥哥告别，从此一刀两断，不再承认以前的种种。霍展白看到男人匆匆离去的身影，顿感大事不妙，随即赶到药炉，便看到女孩昏迷不醒，躺在冰冷的地面上，顿时深感心疼，女孩怎会做出这样的傻事？随着一番细心治疗，这才从昏沉中悠悠醒来。两名女子很是愤怒，斥责她的弟弟简直忘恩负义，若是伤口在身上一分，便可要了女孩的性命。蠢女人！可女孩还是从心底相信他不会伤害自己，顿时让男人怒火攻心，斥责女孩这次能活下来纯属侥幸。而女孩却认为堂堂园艺宫第一杀手想要结果她犹如碾死一只蚂蚁，刹那间让的男人满心怒火无处发泄，但不得不言辞切切宽慰女孩，既然她恢复记忆还是选择离开，足以说明她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根本就不在乎生气。而女孩对于他曾救过自己一命深感愧疚，留下了不甘的眼泪。随后在男人陪同下来到万年寒冰之地，却发现不可思议的一幕，不知何时在坚硬的冰面上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裂洞，顿时心中一惊，曾经的弟弟为何会变得如此尊重？傻傻的看着寒冰下的心上人，心中充满无助和愧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孩才缓过神，看向身后的男人。就在起身之际，却发现自己早已全身僵硬，无法站立。只见男人赶忙伸出手将女孩从寒冰上拉起，不料脚下的寒冰突然崩裂，让的男人心中一惊，毫不犹豫拉住女孩，一个闪身便脱离危险。然后男人将女孩抱在怀中，缓缓走出寒冰之地。此时的女孩却深感愧疚，没能将药方的真相告知女孩。随之女孩让男人养好精神，明日便可带着孩子回到冥界。顿时男人满眼的不舍，一时间不知是该喜还是忧。只见男人满心落寞，刚要转身离开，却听到女孩出声将其叫走，再也压抑不住心中激动，一个箭步贴到女孩的身前。而女孩也在此时将藏在心底很久的一个愿望说了出来，希望男人可以陪同她前去看那梦寐以求的极光。顿时让男人满脸笑意，毫不犹豫答应了女孩的请求。